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关于 Rhino 跟 Grasshopper 中 surface 的概念吧。那我们先来画一个面。我们呢，把这个 Rhino 的视窗切换到 front 这里，然后我们可能用这个 interpolate points，我们来画一条曲线。好，画好之后呢，我把它切换成透视，然后我直接将它挤出，好，变成了一个面。那变成面之后呢，我们把它丢到 Grasshopper 里面。我们用这个 parameter 底下这边有一个 surface 的标签，我按右键选择 Set One Surface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在上一支影片呢，我们有在这个 surface 标签底下，我们有用这个 Divide Surface 这里，我们来用这个电池呢，将这个面进行分割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介绍到说这边有这个 U 跟 V， 这个在 surface 里面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在 Rhino 呢，或者是 Grasshopper 里面，它的曲面的构成其实有分两种。第一种的话呢，是左边这种是 NURB surface，那另外一种呢是这种 mesh， 也就是网格面。那这种 NURB surface 啊，它的特点是你在一直放大看，你把你的视窗放大的时候，它一样会维持这种表面很光滑、很平滑的这种曲线。那如果是 mesh 这种网格面，你在放大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看到它这个锯齿。虽然这两个东西它的这个描述都是圆，可是它在模型的显示或者是构成上面，它其实是有些定义上面的差别。NURBS 的话，它是由数学函数所构成的一个曲面。那 mesh 的话呢，它是由可能很多个三角面或者是四角面所构成的这种网格面。好，举例来说，NURBS surface 它比较像是你用 Illustrator 或者是抠作那种去画这种向量，它无限的放大的话，它一样会维持这样子光滑平滑的一个形状。那 Mesh 呢，它比较像是你用 Photoshop 或者是照片的那种像素档，你在放大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格一格的这种像素的网格存在。那这个的话是 NURB surface 跟 Mesh 蛮大的一个差别。那你如果想要把 NURBS 转换成 Mesh 的话，是比较容易的。如果你想要将一个 Mesh 转换成 NURB surface 的话，是比较困难的。这个是属于逆向工程的一个部分。好，那在介绍 NURB surface 之前呢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NURBS。好，NURBS 它呢英文是这样，那中文叫做非均匀有理 B 样条曲线，有点饶舌。我们在 Rhino 里面画好一条线啊，你如果点它一下，你会看到上面有这些控制点，对不对？这个的话就是 NURBS 曲线的一个蛮明显的特征，它是由这种控制点所形成，或者是可以来调整的一个曲线。那它呢一样是由这种数学函数所定义的一个曲线。那右边这个呢是一个很基本的 NURBS 曲线的一个基本函数，当然我是看不懂的。好，如果你对这个 NURBS 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上维基百科 Wiki 上面去查关于 NURBS 的一些定义跟描述。那你看完中文的话呢，记得再看一下英文，因为中文的里面呢是没有关于这个数学函数的这个描述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查文献或者是一些定义或介绍的时候，记得中文的看完，你可以再去找一些关于英文的介绍，你会发现两边介绍这个内容的丰富程度其实不太一样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 NURB surface。好，NURB surface 的话呢，它一样是由数学函数所定义而成的一个曲面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由两种不同方向，也就是这个横向的这个方向，还有直向的这个方向的 NURBS curve 所交集而成的一个矩形的这种曲面的一个结构。我虽然说它是矩形，但这并不代表说我这个曲面它会长得像正方形的形状。虽然我现在画这个很像正方形，但曲面的话，它有可能会是
很不规则或者是很有机的。但这种曲面它在 Rhino 或者是 Grasshopper 里面，它其实都是由一个一个矩形去做构成的。好，那在看这个 surface 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这个世界坐标。世界坐标轴的中的这个 x 是这个方向，它会是红色的。这个方向呢会是 y， 它是绿色。这个方向是 z， 它是蓝色。一般的话，蓝色在我们这个 Rhino 里面它不太会去做显示。我们在网格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红色跟绿色嘛，这其实就代表着 x 方向跟 y 向量 y 方向。那这个的话是世界坐标。那在这个 surface 里面，它其实也存在着属于这个 surface 的一个坐标体系，在这里面它叫做 u、v 跟 n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如果将这个 surface， 我将它的这个坐标进行显示，那你看一下这个 surface 中这个坐标体系，你看它 x， 也就是这个 u 的这个方向，其实跟我们一般的这个世界坐标这个 s 方向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是我刚刚为什么说这个 surface 里面存在一个独立的这个坐标体系的原因，因为呢，它这个 UV 的方向是跟你这个世界坐标轴中的 XY 还会不太一样，它会有一些差别。那红色的话呢，代表的是我这个曲面的这个 U 的方向；绿色呢，代表的是我这个曲面 V 的这个方向。那同时呢，它也会有这个 N 的法向量，它代表的是我这个曲面的这个正面。也就是说呢，我这个曲面现在这样的话，它是正面的。那一个曲面呢，它的这个 U 跟 V 的方向不一定会照着现在这样的方向走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可能下一次画的另外一个曲面，它的 U 有可能会是在这个方向，也就是横的这个方向，可能 V 会变成是直的。所以呢，UV 的这个方向，它会取决于你当下画的那个曲面，就是它不是那么容易好判断的。那如果你想要观察一个曲面的这个 UV 或者是 N 的这个方向，你可以在 Rhino 里面输入 Show Direction 的这个指令，然后就可以观看这一个曲面上面的这个方向，或者是直接输入 Direction， 也就是 DIR 的这个指令，也可以做观看。那它一样会有这个颜色上面的显示，红色的话就会是 U， 绿色的话就会是 V。那它一般应该是用白色，白色的话会是 N， 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，刚刚有提到一个 surface 里面，它其实会存在一个单独描述这个 surface 的坐标体系。那当我有两种不同描述这个 surface 的坐标体系呢，它其实就会变成是 poly surface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如果一开始我只画了这一个左边这一个面呢，但我同时在 Rhino 里面，我一样沿着这个边，我再画了一个新的面。但它其实这两个面，它就已经会有两种不同的坐标体系在描述这一个面哦。你看到它其实，你看这个 U 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它这个 U 是在这里，这表示的是说它两种应用的坐标体系其实是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算你在 Rhino 里面把这两个 surface 你用 join 把它连起来，它一样会是 poly surface， 也就是它会是多重的曲面，它不会是单一的一个曲面，因为它里面已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坐标描述体系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曲面画好之后，我们很常会将它进行一些编辑，比如说像是去修剪或者是把它挖洞。那不管是trim surface 没有修剪的这种曲面，或者是 trim surface 有修剪过的这种曲面，它在 UV 的这种分割的这个结构上面都会是一样的。你看我这个左边这个没有修剪过的曲面，它这个控制点是长这样子。那右边这个修剪过后，它的控制点的这个结构一样，都是在相同这个位置。也就是说呢，就算你这个曲面它是修剪过后，或者是它的形状是比较特殊的，那它里面的这个 UV 的坐标，或者是它 UV 方向的这个结构，跟原本的这个曲面它是不会有差异的。那像这种 surface 的 UV 方向啊，或者是 UV 结构，在我们做后续编辑，像是你要做贴图，
或者是你要做flow along surface，有时候会按照它这个 UV 方向去做分布嘛。在这种时候呢，对于你 UV 的这个调整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。有了关于更多 surface 的概念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 Grasshopper 里面来操作吧。好，我们回到刚刚的 Grasshopper 里面，我们刚刚的画了这个面，然后我们用这个 divide surface 嘛，我们看到这个 UV 方向。那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它的 U 是在哪里，哪个方向 ，V 是在哪个方向。我们可以在 Rhino 里面呢，我们这边直接打 Show Direction 这个，然后我们选择要显示的是这个物件，好了之后按一下右键。好，你会看到它其实这边对你这个面就开始有这些颜色这个箭头显示了。刚刚有提到嘛 ，U 的话它其实代表的是有点像是世界坐标轴中的 X， 也就是会是用红色的。Y 的话呢会是 V， 然后蓝色的话会是它这个法向量，你们有可能会是白色的。我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我把它移到这里好了。好，你看哦 U 方向会是这个横的这个方向 ，V 的会是直的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如果把 U 这边我直接把它改成3好了，所以你看横的这边的这个分布就减少了嘛，所以 U 呢，V 我把它改成5的话，就是这个纵向的这个分割，所以一样它会变比较少。所以呢，这个是 surface 上面 UV 方向的一个分布。当然，你们的这个 UV 可能方向会跟我不太一样，你们就依照着你们自己 surface 上面的 UV 去做了解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的参数。你看，就有这一个点，就是每一个分割上面的点。那 normal 就是它这个 n 的这个法向量，因为它每一个点上面都会有这一个点在这个面上面的这个法向量。那它后面这个 parameter 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你看它上面这边也有很像是坐标描述的东西耶。刚刚有提到一个面里面就会存在一个单独的坐标体系，那后面的这些参数啊，其实就代表着你刚刚分割完的这些点，分别在这个面上面属于哪一个坐标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面上面的这个坐标呢，跟我们这个世界轴上面的这个坐标，它会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坐标呢，是只在这个面上面的。那我们要怎么看呢？我们呢可以先到 surface 这边，我们用这个 evaluate surface， 我们来将这个面进行一个测量。我们将这个面呢直接送进来，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需要输入一个点位嘛。好，我们呢可以直接到这个 parameter 底下的这个 MD slider， 它是有2种不同方向的一个 slider。我们在建立这个 slider 它的最大值、最小值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了解说我们这一个面的这个坐标体系上面，它的这个 U 值跟 V 值的最大值跟最小值是什么，对吧？因为它虽然这上面有一个独立的坐标体系在，但我这个面它是有一个范围在的嘛，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最大的 U 跟最大的 V 存在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要看这个面的这个范围呢，我们要到 Math 底下，然后在这个 Domain 这个阈值里面呢，面的话都会是跟这个 Domain 平方比较有关的，因为它会是2个方向的阈值去做形成的嘛。那刚刚提到我们要看它最大值、最小值，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直接选择这一个 Deconstruct Domain 这里。好，我稍微缩小一下，然后把这移下来一点。我们呢可以直接把这个面送进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停留一下。你看它 U 方向最大值到最小值是0到38.17，那 V 方向呢是0到29。也就是说呢，等一下我就可以依照这个 UV 的最大值跟最小值呢来调整我这个 MD slider 的最大值跟最小值。好，我
分别输入可能在38跟29这样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啊，我再把我这个点，这个 empty slider 我直接把它送到 evaluate surface 的这个点上面。你看哦，在这个位置，它其实是有点相近于我这个 surface 38除以2是19，对不对？29除以214.5，它其实会接近在我这个面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上面。我如果稍微移动它，它就会沿着这个曲面上面去做移动，因为它其实就是在我这个面的这个坐标体系里面去做移动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00的位置，我把它移到这里，所以它其实在这个位置嘛，它跟我们这个世界坐标轴是很接近的，因为我刚是把这个曲面画在这里。那它另外这个点呢，它是在4.83的位置，我可以稍微把它往上移。好，你看4.83是不是在这个点，在这个位置呢？其实就跟我这个 parameter 上面的这个参数是非常接近的。所以呢，它其实这个参数啊，就是针对你这每一个点，在这个 surface 里面坐标位置的一个描述。你可以试着移动看看，应该可以了解到这个原因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前面是针对这个面上面去做这种点或者是平面的均分嘛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取得的是这一小片一小片被切下来的面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好，我先把这边这个删除，然后跟这个做一个隐藏，然后我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，我把它移到这里，再移到这。好，我们如果要将这个面呢进行一个分割，就是它分割完了这个会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曲面的话呢，我们要到 surface 底下这边，我们选择这一个 isotrim， 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你看它现在这个 icon 啊，它就是把你一个曲面可能截取出这样一小个比较小的这一个平面。那我们停留一下，你看前面这边是输入一个曲面嘛，那下面这边这个 domain 呢，就是我们这个 surface 的这个阈值，也就是刚刚有提到了，我这个 surface 上面它这个坐标 u 方向跟 v 方向的这个的最大值、最小值，或者是某一个 uv 数值的一个描述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可以直接把这个 surface 我先把它送进来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它会是需要有 uv 方向的一个描述。我们可以到 mass 底下这边，我们选择这个 divide domain 平方。好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在前面这边一样，需要再给它一个基础的一个阈值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想要分割的这个曲面，它在 u 方向跟 v 方向的这个最大值跟最小值分别是几到几这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我们刚刚有用的这个 deconstruct domain 平方，它这边有取了这个 u 跟 v， 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的是这个 construct domain 平方。我们把它截取下来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把它移动一下，然后把这移过来一点。好，我们呢直接把这个 u 方向的最小值到最大值送进这个 construct domain 的这个 domain u 里面，然后呢把这个 u 呢送进 construct domain 的 domain v 里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叙述，你看它这边就会写 u 的话是0到 38.17，v 的话呢是0到29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送到这个 divide domain 平方的这个 domain 里面。好，那这时候啊，它这边就有 u 方向跟 v 方向预设的一个分割的数量，它这边都是10，所以你看一下后面这边，你看 u 跟 v 它就被切割成很多个小的片段了。我们可以在这边调整一下，我把这个
U 方向改成是4，B 方向呢，我把它调整成6。好，我直接把它送进来。好，这时候呢还看不到任何东西，我把这个分割完的这一个一个小的这个 UV 值呢，把它送到 isochain 的这个 domain 里面。好，你会看到你的这个面啊，就已经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小的了。我先把 Rhino 里面这个先进行隐藏，然后也把这个一开始这个曲面呢隐藏起来。好，你看到它这边已经被分割完了，你后面这边的这个 surface 啊，就是已经分割完之后一片一片、一片一片这种小的这个 surface 了。那你可以试着调整一下这个 UV 方向的这个数量。好，那刚刚有提到，你这一个 surface 在形成的时候，它其实里面就已经包含了 UV 方向，也就是这个 UV 坐标的这个描述了。其实啊，在这个 divide domain 平方的这个 domain 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surface 把它送进来，就是前面是直接接 surface，就不要再接这个 domain 了，我把它删掉。好，你看它这边一样是可以吃的，也就是它可以直接截取这个 surface 的这个资料，它这边后面产出来这个数值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。那这个的话是比较均值的分割嘛？如果想要比较不均值的分割呢，你可以到这个 domain 这边呢，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 construct domain， 我们刚刚是选下面这个嘛，我们这次是选上面的。你看到它在这上面啊，就会有针对你 U 最小值、最大值跟 V 最小值跟最大值的这个描述。那我们刚刚有了解到说，我们这个 surface 它的 U 就是0到38，V 是0到29嘛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分别给2个 slider 0到38，然后这2个呢是针对 U 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0到29。好，这2个的话呢是针对 V 的，然后我就把它分别送进 construct domain 的这个 UV 里面。好，那呢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domain 呢，我把它送到这个 isochain 的 domain 里面。那它现在还没有东西，因为我这边全部都是给0，它会不知道你要在这个面上面怎么进行分割，所以这上面你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前面的这个面，我们把它打开来。U 方向的话呢，它会是这个横向的这个方向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可能假设想要这样，中间这一条的话，我这个 U 就是0，可能到38，我把它拖到这里，所以它就会到这里。我如果只想要短一点的话呢，它就会是这样。然后如果是 V 的话，它会是这个直的这个方向嘛，所以我可以把它调的小一点，或者是高一点这样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你透过UV 的这个调整来取得你这个 surface 上面分割面的一个方法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是今天的案例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一开始，我们透过这种投影片来介绍了这个 Rhino 跟 Grasshopper 里面 surface 或者是 mesh 的一个概念，就是 surface 里面它是有包含这种 UV 方向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到 Grasshopper 里面操作来，回想一下上一支影片里面有提到这个 UV 方向，它分别代表是什么意思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透过 Evaluate Surface 配合这个 MD Slider 来检视我们这一个面上面的这个点，分别呢在这一个 Divide Surface 后面这个 Parameter 里面代表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我这个点它其实是存在这个面里面它特有的一个坐标体系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透过这个 divide domain 平方配合这个 isochain 来将这个面进行一个比较均等的一个分割。最后呢，我们透过调整这个 construct domain 的这个 UV 值、最大值跟最小值来形成这种比较不均值一点的曲面分割。那这是今天的案例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或分享哦。